大家好，欢迎来到风铃情感频道。您的点赞和订阅是我更新下去的动力，谢谢您。我的未婚妻拉着她的白月光向我们宣布，以后由李肖兰担任副总一职。所有同事都诧异地看着我，因为现在的副总是我。她开心地享受了这么久，似乎忘了是因为我全心全意的付出，才有公司今日的规模。我果断放手。好，今后你是你，我是我，以后我们再无关系。等我回到自己的公司时，他又痛哭流涕地哀求我，求求你回来吧，公司没有你真的不行。我抽出被他抱住的胳膊，冷冷地说，对不起，我们现在只是路人而已。当我带着签订好的合同兴致勃勃地回到公司时，发现全公司的人都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我有些莫名其妙，发生什么事了？他们都难以启齿地摇头，示意我自己去看。心里不祥的预感升起，快步到了办公室，才发现我的东西全部被扔了出来，堆在门口像座小山。视线慢慢从小山上移到办公室内，一个男人含笑扶着屈玲的肩出来了。屈玲含情脉脉地看着他，眼里满是爱意。他笑容满面地向我打招呼，哎呀，这不是许清之吗？真是许久不见了呢。看都没看他，我问屈玲，他怎么在这里？屈玲不满地说，许清之，你怎么说话的？能不能客气点？客气？我差点没被气笑。屈玲是鱼吗？记忆只有7秒。难道他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被抛下的？李肖兰得意洋洋地向我炫耀，许清之，你已经被降职了，现在我才是趋势副总。所有同事都露出了诧异的表情，因为副总是我的现任职位。我强忍着怒气问屈玲，他说真的？屈玲有些心虚，眼神躲躲闪闪，不敢看我。李肖兰仰着脖子，鼻孔朝天，玲玲才是公司的一把手，一个人是调动而已，需要向你汇报。闻言，屈玲似乎找到了主心骨一般的回答，没错，我马上就要下发任命通知书，阿兰是副总，你是他的助理，从旁协助。李肖兰当副总？我直接就哈哈大笑给他们俩看。你们在说今年的新笑话吗？他李肖兰任副总，你确定他的能力能安稳坐下这把椅子？听到我毫不客气的质问，李肖兰涨红了脸。许清之，你别得意，你不过就是比我多在趋势上了几年班而已，只要给我一点时间，我绝对可以比你做得更好。也亏他脸皮厚，竟然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出这番大话。周围的同事不认识李肖兰也就罢了，只当他是屈玲从哪请来的大拿。屈玲这个知道真相的，竟然也能一脸崇拜地看着他。没错，我相信阿兰的本事，一定可以做到。李肖兰更加嘚瑟了，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让我恨不得把他的脸皮揪下来，狠狠踩上2脚才好。我面无表情地盯着他，屈玲，别忘了你爸说过的话。我家和屈家从爷爷辈就认识了，只是关系一直都是淡淡的，碰面了会点头打个招呼，但是不会多亲切。转折点在我17岁那年，我爸出差在山东考察时突遇泥石流，不幸身亡。我妈受不了这个打击，很快就悲伤过度病逝。与许氏交好的合作方纷纷撤资，许氏资金链断裂，濒临破产。我到处拉投资，可是人家一听说我是许家人，就各种找借口闭门不见，反而是与许氏一向关系不怎么亲厚的屈总注入大量资金，使许氏死而复生。我上门道谢，屈总说他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以后必须照顾他的女儿屈玲。屈总说他得了胰腺癌，最多只能活半年，希望我能看在这次他救了许氏的份上，在他死后我可以照顾屈玲和屈氏。我问他，屈总，你应该有不少至交好友，为什么会选择我？毕竟我当时也只是17岁的少年，不管怎么想都不会把女儿托付给我才对。屈总看了我许久，才说，财帛动人心啊，屈氏对于玲玲来说，既是保命钱，也是催命符。我观察了你很长一段时间了，你的人品绝对合格，能力也过关，缺少的只是时间的锤炼。这半年我会为许氏保驾护航，你有不懂的可以随时来问我，作为代价就是你能娶我的女儿。
我答应了。曲总说到做到，这半年里对我倾囊相授。我在和曲家的来往中与曲玲熟悉起来，我也渐渐明白了曲总的顾虑。曲玲自小丧母，所以被曲总娇惯着长大，没有受过一丝委屈。而且他对经商没有兴趣，反而是更喜欢艺术。就目前看来，曲玲是没有坐稳曲氏老总这个位置的能力的。曲总去世后，曲玲抱着我哭得哑了嗓子。青之哥哥，我妈妈走了，爸爸也跟着走了，我再也没有其他亲人了。我默默地将她揽在怀里。别怕，以后青之哥哥保护你。在那之后，我逼着曲玲去学习管理学，学习看股票，学习谈判战术。大概曲玲是真的没有遗传到曲总的商业细胞，学了几年，次次考试都是在合格线横跳。每次我捧着书教他，他总是揪着我的袖子撒娇。我不喜欢这些嘛，反正有青之哥哥在，不管理公司也没关系的。最后他还任性地转去了美术系，也就是在那里，他认识了李肖兰，并且对他爱得不可自拔。当时他们还在我面前信誓旦旦地发誓，他们的爱海枯石烂永不悔，要我别拆散他们。我想着曲玲年纪还小，越不让他做的事，他可能会越是要和我对着干，干脆就没拦着。不过我也故意在那个时候出国去拓展许氏的版图，然后把曲氏交到了他手上，让他先试着接手。只要人忙起来，谁还顾得上去谈恋爱？谁知曲玲做出了错误的决策，把曲氏搞得一团乱麻不够，还差点害了曲氏也走上几年前许氏的老路。曲玲并不慌，因为知道有我在，不会让曲氏完蛋。可是李肖兰哪知道这些，他只知道曲氏要破产了，曲玲要没钱了，所以他很干脆地给曲玲发了分手短信，还拉黑了他的所有方式，在曲玲的世界里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回来忙活了2个月才把曲氏救起来，可是曲玲根本不管公司的事，反而一个劲地和我哭诉，当然是哭李肖兰这个没担当的狗男人，一边哭一边骂。人们以为他从此能看透那个男人的薄情寡义，但是没想到此时曲玲竟然会蠢的再次被他哄好，还给了他副总的位置。曲玲当然还记得他爸临终前拉着我们的手说了什么。曲总说要曲玲以后好好听我的话，最好是能嫁给我，幸福平安的过一辈子。我答应了，曲玲也哭着答应了。曲玲先是心虚的沉默，然后又突然爆发出来，你有完没完啊，每次都拿着我爸的话来压我，你真的好烦啊。阿兰会关心我累不累，不饿，可你只会管我学习，我是有思想的人，不是只会听话的狗。我告诉你，我喜欢的是阿兰，我要嫁的也是阿兰，我和你的婚约就此取消。我冷冷地追问，曲玲，你说的是认真的？曲玲怒气冲冲地说，对，我是真心的。我后退几步，抬高了声音大声说道，诸位同事都听见了，曲玲说她和我的婚约就此取消，我许清之也同意，过会儿我就会发布退婚通知，还请诸位做个见证。周围的人都懵了，唯有李肖兰的脸上是毫不掩饰的窃喜。曲玲愕然，大概是没想到一直对她百般照顾的我会痛快放手。曲玲半天没反应过来，李肖兰着急地推了推她，玲玲，许清之都这么说了，你还不快点表个态？回过神的曲玲看着我，也咬着下唇，不甘示弱地说，等会儿我也会发布退婚通知，以后我们就是路人了，还请你以后不要再对我过多纠缠。我自嘲一笑，随即就离开了曲氏。什么狗屁助理，见鬼去吧！凭他李肖兰那半桶水都没有的脑子，还想让我给他当助理，他也配？也不是我贬低他，而是他当年在大学的成绩实在是惨不忍睹，能有一半科目要不考，更别提专业还不对口。他和曲玲在一起，无非是为了攀上大小节，一步登天而已。他要是有管理公司的能力，我能把名字倒过来写。这些年为了曲氏，我忙得连自己的许氏都得后退一步。既然曲玲不需要我了，我自然也将工作重心转回了许氏上面。少了曲氏，不用2家公司来回跑，我工作得更加轻松。以往经常是忙活到半夜，
现在我都能准时下班了。晚上还有闲情逸致看看电影，喝杯红酒，别提有多惬意。可惜李肖兰是个不争气的。不过短短1周时间，经我手签约的项目，甲方就打电话过来，质问我为什么产品的质量为什么这么差，和之前说好的根本就不一样。这又是个什么骚操作？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是李肖兰在搞事情。我捏着鼻梁，温声细语将甲方哄好后，立刻起身去了趋势。毕竟这项目是我负责的，哪怕不在趋势干了，也得把尾巴扫好。到了趋势，不少人都是忙得团团转。我在趋势的下属们一看到我就大倒苦水：老大，你终于回来了，这活实在是没法干了呀。就是那个李肖兰为了展示自己的能力，要降低产品成本，这也没错。可是他偏偏去低价收购那些风评很差的公司原材料，生产出来的产品一个个都差得不行。我们不想把这批货送出去，可是李肖兰说这点瑕疵甲方不会追究，硬要把货交过去。曲总也说谁再啰嗦就把谁赶出去，我们就不敢说话了。可是现在甲方说我们搞虚假宣传，闹着要解约，还要告我们，老大我们要怎么办啊？竟然敢以次充好，李肖兰可真是好样的。商场里最重信誉，他这样干根本就是要害死趋势。我进了办公室就一拳头把李肖兰打翻在地。李肖兰的鼻子瞬间飙出了鼻血，左脸颊也红肿起来。该死的，许庆之，你竟然敢打我！打的就是你这个狗屁不懂还要指点江山的蠢货！我又是一拳头打在他右脸颊上，他的整张脸都肿得像个猪头。屈玲匆匆赶来，这才制止了我的下一步动作。他心疼地检查李肖兰脸上的伤，然后愤怒地瞪着我：许清之，你凭什么打阿兰？凭什么？屈玲，屈总，你难道还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屈玲呼吸一滞，明显知道确实是李肖兰理亏，可他还是硬气地说：阿兰没经验啊，失败一次又能说明什么？说着，他态度一变，撒娇般地拉着我的衣袖说道：清之哥哥，趋势可是你接手后打拼到现在才有如今的规模，你也不想趋势因为这个项目出现什么动荡吧？就麻烦你再次接手，去和甲方解释说明一下吧。认识这么多年，屈玲很懂怎么拿捏我，他每次有求于我，都会软软地叫上一声清之哥哥，我就会答应他所有要求。虽然我不想处理这堆烂摊子，可是一想到这个项目是我和下属们一起熬了很多个夜晚才签下的，我就于心不忍。不管怎么样，我不能因为李肖兰那个狗东西不干人事，让大家跟着一起倒霉。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拿过桌上的项目文件就走。等我和甲方谈完回来后，脸上裹着纱布的李肖兰一边笑一边疼得直抽泣。哎呀，真是不好意思了，许清之，玲玲已经说了，这次项目的业绩算在我头上，恭喜你再为我做嫁衣了。我冷着脸提醒他，舌头都捋不直，需要我再用拳头帮你矫正。李肖兰吓得后退几步，显然是知道我的武力值有多高了。弱鸡，简直丢男人的脸。见我表情不对，屈玲立刻挡在李肖兰身前。许清之，阿兰都被你打成什么样了？他没报警抓你已经是看在往日的情面上，难道你还想动手不成？报警抓我？瞧瞧他自己做的那些混账事，他敢吗？我懒得说这些没营养的话，只问了一句：他刚刚说你要把这次的业绩给他，是真的？屈玲顿了一下，然后理直气壮地说道：你能力那么好，不缺这点钱，阿兰又才刚来，什么都不熟，这次业绩给他怎么了？我嗤笑一声，瞧了眼缩在他身后狐假虎威的李肖兰，说：屈玲，这个社会上难道不是能者居之吗？什么时候又开始玩谁弱谁有理这一套了？你家钱那么多，怎么没看到分给穷人？屈玲脸色难堪了一下，随即硬气的大吼：我才是趋势的掌权人，公司的一切决策都是我说了算，我说给他就是给他，你凭什么质问我？闻声而来的趋势员工一个个都噤若寒蝉。我看着屈玲没说话，屈玲也不甘示弱地瞪着我。我忍着怒气说：屈玲，李肖兰是美术生，不懂管理，你交给他会毁了趋势。
屈林轻蔑地看着我说：“谁说的？我也是学过管理的，由我来教他。阿兰这么聪明，肯定能很快就上手。他来教，莫不是忘了自己那吊车尾的成绩？倒数第二叫倒数第一，也亏他说得出口。可是屈林现在已经被李潇兰冲昏了头脑，什么都不顾。我已经说教说累了。”我将文件放在桌上，说：“这是最后一次，以后你和屈氏的死活与我再无干系。”李潇兰不满地叫嚣：“无关就无关，你以为你是谁呀？世界离了谁都照样转，屈氏没了你，但是还有玲玲在，肯定能发展得更好。”本来屈林慌了一瞬，可是听了李潇兰话后勇气倍增，也大声说：“没错，屈氏人人都只知道许副总，却不知道还有我这个屈总，我早就受够你了，你马上给我滚！”原来是这样，屈林认为是我的存在架空了他在公司的权利，可他也不想想，每次我让他学习，他都只顾着去购物逛时装展，不管怎么说都不听。没办法，我只能自己抗下趋势，一个个去求客户，喝酒应酬，应付那些难缠的甲方。我做这些的时候，他又在哪呢？可以说趋势有如今的规模，我功不可没。但是现在屈林却为了一个在趋势有危难时就抛弃他一走了之的渣男，要一脚把我踹出公司，最后再深深地看了屈林一眼，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先前有着趋势在，我一直将自己的许氏排在后面，现在没有了这一层顾虑，我计划着将许氏的商业版图扩张至海外。许总，叶小姐来了，让她进来吧。挂断了助理的那部电话，我按了按微疼的太阳穴。叶若彤是叶氏的千金，和屈林一样，也是家中的独女。不同的是，她比其父更具商业头脑，叶氏在她的带领下如日中天。叶若彤一进来就自发地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许久不见了呢，许总。她一身红裙，妆容是极具侵略性的御姐妆，尾音还悠扬地荡漾了一下。说一句人间尤物也不为过，差点一个仰倒摔地上。我拧眉看着他：“你正常点。”叶若彤瘪了瘪嘴，不满地娇嗔：“行吧，许清之，我来就是问问你，你和屈林是不是真的断了？”嘴角一抽，就知道他来肯定是问这个问题。叶若彤不紧不慢地继续问道：“许氏和屈氏的公司官网都已经发布了退婚通知，所以事实肯定是真的。我想问的是，你的心里是不是真的把他放下了？”我毫不在意地说：“一段没有爱情的曾经而已，就算要缅怀过去，一天已经足够了。现在的屈林不值得我浪费时间。”叶若彤挑了挑眉：“既然是这样，这回我总可以来追求你了吧？”我头疼，为什么你每次见到我都要说这些话呢？叶若彤和我在3年前一场拍卖会上认识，她一见到我就问我有没有女朋友，她想追我。我直言不讳地说有未婚妻了。知道我和屈林的婚约后，她也直言不讳地说屈林不适合你。我当然知道不适合，可是当年我答应了屈总，也和屈林订了婚约，就不能反悔。我有身为屈林未婚夫的自觉，所以当知道叶若彤对我有心思之后，就对她敬而远之。叶若彤是聪明人，知道我这是无声的回绝，也没有再找过我，只是偶尔遇到了，她还是会打趣一句：“许清之，你若是哪天和屈林分开了，别忘了还有一个在苦苦等你的彤彤哦。”屈林知道后就是一通大闹。在那之后，为了避免麻烦，我就尽量推掉有叶氏出席的一切应酬。叶若彤趴在办公桌上，媚眼如丝：“许清之，我可是喜欢你好久了，以前你有婚约，所以我不来打扰你。但是你现在是单身，我来追你不违反伦理道德吧？”我有道理，可是我更想搞事业。最后拗不过叶若彤，我还是被她拖走了。美其名曰要吃饭约会，培养感情。不过她没带我去餐厅，而是带我去了超市买菜，说要自己下厨。我对此表示怀疑。娇滴滴的千金大小姐和厨房并不是很搭的样子。屈林就只会吃，做饭的不是保姆就是我，她基本不会进厨房，到现在都还生抽老抽不分。
小青菜、排骨、蘑菇、青椒、叶若彤一样样的塞进购物车，全都是我爱吃的。这女人怎么回事？我都没和她一起吃过饭，她怎么知道我的喜好？还是说我们俩的口味差不多？叶若彤用鼻子哼了哼，你这眼神是怎么回事？想知道心上人的口味是件很难的事情吗？我咳了声，没有，我只是在好奇你的厨艺怎么样。她傲娇的自夸，我可是苦学过的，绝对能和5星级大厨肩并肩。原本以为她是夜婆卖瓜，味道最多也就是能入口的程度，怕她把厨房炸了，我想进去帮忙，还被她赶了出来。直到真的吃到她做的红烧排骨，吃下第一口后，她屏住呼吸，期待地看着我。我向她比了个大拇指，然后迅速扒饭。原来她说的还是谦虚的，5星级大厨都没她做的好吃。我不顾形象的吃得肚子溜圆，只能半躺在沙发上喘气。叶若彤戳戳我的脸，小样儿，打脸的滋味怎么样？我知错认错，迅速拱手，女侠大人大量，别和小的一般见识。她坐在我身边，笑眯眯地问，怎么样，要不要住下来？以后天天有好吃的，不重样的哦。我心痛地拒绝了。再好吃，我也不至于为了这口吃的去耽误人家姑娘。还以为能把你骗回家呢。叶若彤完全没有在外面女强人的样子，哭闹了好一会儿。我终于忍不住投降，小姑奶奶，除了这个，其他事我都可以答应。想了想，我又迅速补充，同居、恋爱、订婚还有结婚都不行，不提前说好，我还真怕自己的清白不保。叶若彤瞬间不闹了，走吧，陪我逛街去。手一擦，眼泪消失得干干净净。卧槽，这女人是在假裤诓我呀！我没有陪女人逛过街，就连驱灵也没有，一般都是我安排人把东西全部送去家，让她自己选。这还是第一次，也是今天才发现，女人逛街时的精力真的是无限的。就算是看一天的文件也没有这么累，我的腿都快废了。叶若彤竟然还能兴致勃勃的是穿衣服，我只想瘫坐在沙发上休息会儿，偏偏她还是穿一件就要来问我好不好看。好不好看？你长这么漂亮，就算套个麻布袋子都是倾国倾城的大美女。呸，油嘴滑舌。我又是一件漂亮裙子，好不好看？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我慎重地回答，这个不太好，你是走御姐路线的吗？可这个裙子是可爱风，不适合你。呸，你的心里就是还挂着可爱清纯的萌妹驱灵是不是？我比驱灵难伺候多了，好想摔桌子走人啊。最后我终于放弃挣扎，他叫我说好看我就鼓掌，要我夸他我就使劲吹彩虹屁。这一招果然好用，哄得他眉开眼笑。我松了口气，女人恐怖如斯。在我手臂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购物袋后，叶若彤终于大发慈悲地说出了我最爱听的话，再逛最后一家我们就回去。叶若彤拉着我去了手表店，她主要是在看男士手表，依然会时不时地问我哪块好看。突然想起半年后似乎就是老叶总的生日，他应该是想选一块做生日礼物，于是我打起精神来一一给出自己的意见。就在这时，一把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哎呀，这不是失业了的许清之吗？怎么跑这里当起导购了？今年是狗年吗？怎么走哪都能遇到狗？我不咸不淡地说，人长得帅在哪上班都能赚钱，你嫉妒我也是应该的。李潇兰脸都绿了，从副总降职到了导购，你竟然还好意思说出来？我摊手，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说明我比你帅，走哪都有工作岗位抢着要啊。说着，我上下打量着他，你瞧瞧你，上吊眼，朝天鼻，猪头大耳，眉毛散乱，长得丑还出来丢人现眼，我要是你都躲家里。李潇兰被我的一通人身攻击气得胸口剧烈起伏，可是很快他又平静下来，得意洋洋地跟我炫耀，行，我知道你看不起我，可是驱灵最后选择的却是我，不是你。你现在没工作，怕是房租都付不起了吧？你求求我，我就在这里多消费点，送你点业绩怎么样？我还没说话就被打断了。
你又是个什么东西，连我的男朋友也敢羞辱？叶若彤气势汹汹地从里间杀出来，脚上穿得恨天高踩的哒哒响。看见叶若彤，李潇兰的眼里闪过一丝惊艳和痴迷，看我的眼神像是淬满了毒。许清之，我倒是低估你了，没想到你竟然找到了下家。叶若彤毫不客气地骂道，你就是嫉妒我家亲之帅，有时间在这里酸溜溜的，不如赶紧回去照照镜子，说你比八戒丑都是侮辱了八戒。李潇兰瞪着那双绿豆眼大声尖叫，你竟然敢骂我，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呸，管你是谁，这里还没有本小姐骂不起的人。实在是懒得看李潇兰这副丑陋至极的模样，我吩咐经理将她赶出去，以后不许她再进来。李潇兰脸色一变，随即哈哈大笑。许清之，你以为你还是趋势的副总呢？在这里甩大牌，你配吗？说着，他也学我跟经理说，我现在才是趋势的副总，把他给我赶出去，我不想在这里看到这个人。我和叶若彤都老神在在的没有动，经理看都没看我们，就对李潇兰做了个请的手势。这位先生，请您离开，我们店不欢迎你。李潇兰不可置信的大叫，你聋了是不是？我说的是我看他不顺眼，要你立刻把他赶出去。经理的姿势丝毫没变，先生，请您离开。店内的导购包括我们全都看着他，李潇兰的脸涨得通红。我可是趋势的副总，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关门停业？经理平静地指挥着导购，既然先生不肯主动离开，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了。几个男导购哗啦啦地围上去，把还在不依不饶大叫的李潇兰给架了出去。叶若彤感叹，这就是屈灵的眼光，看来屈家还真是没落了呀。若是以前的我，还会着急一下，至于现在，关我屁事。还不过10分钟，李潇兰就再次进来了，还带着屈灵一起。看到我和叶若彤坐在一起，屈灵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许清之，为什么你会和叶若彤在一起？我淡定地对了回去，和你有什么关系？屈灵怒气冲冲地指着叶若彤，你知不知道这个女人最近抢了趋势好几个大项目，她是我们的仇人。叶若彤小鸟依人地靠在我身上嘲讽道，小妹妹，清之现在是我的男朋友，和你可算不上我们，你觉得他还会帮你吗？什么？许清之，你竟然敢背叛我！叶若彤，你这个贱人，连我的未婚夫也敢碰，够了！我厉声打断不断出口成脏的屈灵。屈小姐，叶小姐是我的朋友，请你不要把自己的脏污思想放在我们身上。还有，我与你已经解除了婚约，请不要再说出我是你未婚夫这种惹人误会的话。他怎么说我都没关系，但是一听到他骂叶若彤，我就忍不住冒火。当初是他口口声声我们再无关系，现在又像疯狗一样到处咬人，有病啊！屈灵的眼里泪光闪闪，似乎是没想到对他掏心掏肺的我有朝一日会如此不客气，大概是怕屈灵会重新来找我。李潇兰忍不住站出来拉住他的手，告状转移话题。亲爱的，刚刚许清之和那个女人竟然合伙对我不客气，让经理把我赶出去，你可一定要为我出头啊！真是麻烦。懒得多说，我直接让那些导购把李潇兰和屈灵一起扔了出去。叶若彤挑了挑眉，这家店是你的？我可是没听说你在这一行有涉猎。是朋友的店，我只是有些股份而已。所以，许总能给我免单吗？他趴在我胸口画着圈圈，发间的香气不停地往我鼻子里钻。靠，这妖精真是会玩。我赶紧离远了些，你尽管拿，全都记我账上。叶若彤也不客气，一共拿了4块表，2块男士，2块女士。把这位祖宗送回家以后，正打算离开，他叫住我，递给了我一个4方的小盒子。低头一看，这不是那家手表店的包装盒吗？叶若彤点了点盒子，这是专门送你的，我付过钱的。他又不缺钱，我接过表就走。刚进车内，叶若彤就又开口了，清之，你动心了哦。我顿了一下，火速开着车跑了。我最近有点不太正常，具体表现为脑子里一直都有叶若彤。
嬉笑怒骂各种模样。看了看抽屉里的表，我取出来摩挲许久，然后戴在手腕上。一想到叶若彤说的要追我的豪言壮语，我又把表取下塞抽屉里。我就想不通了，叶若彤不过就是漂亮了点，能力强了点，还护犊子了点，怎么她就一直在我脑子里打转呢？特助的声音悠悠地响起：“老板，你是心动而不自知啊。”我的手一顿，抬头看着他：“你怎么在这里？”特助捂脸：“老板，我的文件还在你手里等着签字呢。”我一愣：“是啊，刚刚他把文件拿进来给我签字。”结果签着签着，脑子就被叶若彤给霸占了，貌似还把心里话给说了出来，被特助给听了个正着。我迅速签字，把文件递过去。在特助要离开的时候，我突然问：“你刚刚听到了什么？”他非常懂事地转身，做了个给嘴巴拉上拉链的动作。我点头：“很好，今年的奖金给他翻倍。”刚想给叶若彤打个电话，结果手机滴滴滴的进来了不少消息，全是以前趋势共事的同事们发来的。我真是服了呀，那个李肖兰报表看不懂，专业术语也听不懂，还在公司指点江山，没那个能力就别坐这个位置啊！一天天的就和曲总在公司里上演做狗血剧，我敲，真是看得我尴尬癌都犯了。就在之前，李肖兰甩脸子给甲方看，气得甲方去找叶氏合作了。许哥，你真的不回来了吗？公司现在乌烟瘴气的，真的没了你不行啊！这些全在我的预料之内。李肖兰是个彻彻底底的美术生，还是个学渣。曲玲虽然之前被我逼着学过管理，可她的心思根本没放在这上面。就在不久前，不少公司抢走了趋势的项目，叶若彤就拿走了3个。趋势在他们俩手里没多少时日了。就在这时，叶若彤的电话打了进来：“青芝，约饭去吗？”当然，乐意之至。刚走到停车场，一道身影就冲出来在我前面，是曲玲。和以前那个不知愁滋味的活泼小姑娘不一样，现在的曲玲憔悴了很多，发丝微乱，面色苍白，眼里的星光也不见了。可是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绕过她就想离开，曲玲又冲过来挡住我：“青芝哥哥，我好想你，你回来好不好？”我冷冷地看着他：“你想我这个人，还是想我像以前一样给你当保姆，为你打点家里和公司，让你当无忧无虑只会花钱的大小姐？”他咬了咬下唇，软软的哀求：“青芝哥哥，我是真的很想你，我们恢复到以前的关系好不好？趋势还是由你来管你，没有你，我真的撑不下去的。”后面那句话倒是大实话。据我所知，自我离开后，趋势还没有接到一个像样的项目。我管理的那几年，利润是年年增长，这才到他们手里，不过短短2个月，利润就开始下跌，好几个分公司甚至都关了门。不少人都对挤走我的李肖兰颇有微词。李肖兰听不得这些风言风语，卯足了劲想要干出一番大事业，让那群说闲话的人闭嘴。他拉了一个不知从哪来的大老板，在趋势签下了一个大单，在酒桌上和李肖兰称兄道弟，还说如果这次趋势产品的质量不错的话，以后会和趋势达成长期合作关系。李肖兰为此在公司得意了好一阵子，结果那个大老板收了货后，还没有付尾款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电话号码被注销，不管是李肖兰还是曲玲都找不到他的踪影。本来公司就在亏损，再加上这么一出，发完员工的工资后，趋势的资金链断裂了。曲玲带着李肖兰还有其他几个助理去银行贷款，银行行长是个爱喝酒又喜欢开油的油腻男人。李肖兰受不了这个委屈，被教养长大的曲玲更加受不了，他们当场就把一瓶白酒倒在行长的头上，行长当场就发了狠，直接扔下话：“你们俩这辈子都别想从银行贷款，什么玩意儿，我呸！”从银行出来后，曲玲和李肖兰就吵起来了：“你真是一点用都没有，到现在一个项目都谈不成，现在连贷款都拿不到，我养你吃干饭的。”面对曲玲的指责，李肖兰的怒气更加高涨：“你还好意思说我？说好的你带我呢？
结果你自己是个屁都不懂的草包，当初还信誓旦旦地说有你在，会带着我一起赚钱，全都是放屁。别忘了，刚刚可是你先站起来泼酒的。屈林一巴掌就把李潇兰的脸给打肿了。我泼他酒怎么了？刚刚我被那个老东西上下其手，你怎么没站出来替我说话？我真是瞎了眼才会看上你，如果是许清之在，他一定会保护好我的。许清之，你难道忘了是你自己把他赶出去的？既然还念着他，你就去找他呀。去就去，我们分手。李潇兰冷笑，分就分，反正你现在马上就要破产了，我倒要看看那个许清之还会不会要你。视频到此戛然而止。我在屈氏的助理发完这段视频给我后就提了离职，然后我就把他带到了许氏入职，现在又成了我的助理。见我半天不说话，屈林哭着拉住我的胳膊摇晃。清之哥哥，你不回来的话，屈氏就真的要完了。你忘记过答应我爸爸要照顾我照顾屈氏了吗？我皱眉抽出胳膊说，屈林，你是成年人了，要为自己说出的话负责。当初是你亲口将我赶出公司，现在所造成的后果自然也要一力承担。屈林哭花了脸，清之哥哥，我知道你是在意李潇兰，我已经和他分手了，也把他从公司里赶出去了，我们重新开始，我们去结婚，我会安心做你的妻子，你回来好不好？我冷淡地后退几步，对不起，我们回不去了。在他为了李潇兰把我的业绩算在他头上的时候，在他为了李潇兰把我赶出屈氏的时候，我们就回不去了。我不在乎那些钱，可我却不能忍受他为了李潇兰几次三番地把我的脸面扔在地上摩擦，甚至把我为他做的一切都归咎为想要抢夺屈氏的权利。屈林歇斯底里的大叫，清之哥哥，你说过会照顾我的，你不能言而无信啊！还有屈氏，你为了屈氏做了那么多，你忍心看着屈氏破产吗？原来他知道我为屈氏做了那么多呀。可是现在来追忆往昔又有什么用呢？比起听他在这里哭哭啼啼，我更想去超市买菜。最近叶若彤那女人是越来越会使唤我了，想要蹭美食必须自带食材，不赶紧去，菜都要被大妈们抢光了。没耐心再听他叨叨，我绕过他就走。发动引擎后，屈林还死死扒着我的车窗。许清之，你别走，你忘了答应过我爸爸会照顾我的话了吗？你走了，我会让你后悔一辈子。懒得再听他说没营养的废话，我立刻开车将他远远地甩在后面。不过2天，我就知道屈林说的后悔是指什么事了。屈林用屈总就我家公司为条件，要我娶他女儿，并且帮助他女儿扶持屈氏的事，写了篇小作文发到了网上。文里故重就轻，没说他是如何将我赶出屈氏的，却重点说了我是多么忘恩负义，对屈氏的困难避而不见，并且对他破口大骂。不少网民就这件事涌到我许氏集团的官网上留言，清一色地骂我背信弃义和翻脸无情，还喊着不再买许氏的产品，让我这个渣男破产。就连不少合作方都停下了签约进度，观望后续。少数几个知道真相帮我说话的被水军给挤了下来。叶若彤气得在我办公室里来回转圈圈，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好歹你也为屈氏干了这么久，他却为了一个垃圾玩意把你赶出来，现在又跑来倒打一耙，屈林是白眼狼吗？我哭笑不得，别转了别转了，你头不晕吗？叶若彤气得两颊都鼓起，像一只小河豚。许清之，我可是在为你生气啊，都被人这么污蔑了，你还笑得出来？有什么笑不出来的？他现在站得有多高，过会儿就摔得有多疼啊！他双眼亮晶晶地看着我，你还有后手？我当然有后手，不过现在还不到时候。就在我等候时机的期间，屈林打电话过来了。许清之，现在许氏也沦落到了和我屈氏一样的境地，怎么样？只要你回来，我就帮你澄清，我们依旧是未婚夫妻。叶若彤直接抢过我的手机，就是一顿输出。屈林，你是小脑发育不完全吗？就这么点小舆论想要打垮清之，你以为人人都是你这个蠢货？叶若彤，你怎么会在许清之那里？好啊，你抢了我的项目不够，还抢了我的男人，你这个贱女人，我和你没完！略，你来啊，你来啊！
我现在就在青芝的床上哦，青芝真棒啊！我满脸黑线的抢过手机挂断。小姑奶奶，求你别胡说八道，还嫌我现在名声不够臭吗？果然，不出10分钟，曲玲就把我和叶若彤在一起玩办公室 play 的事给捅了出来。小作文那叫一个香艳，叶若彤竟然还喜滋滋地保存了下来，说要一一玩一遍，还夸他是po文的种子选手。我暗戳戳的去查了查po文是什么意思，查到后我就火速把叶若彤给送了回去。等到事情发酵的差不多了，我也赶紧码了篇小作文让公关部给发了出去。大概内容是我确实成了曲总的恩情，答应过和曲玲订婚，并且也答应过会扶持曲氏，但是曲玲已经自己提出和我解除婚约，这一点曲氏的员工都可以作证。另外，我答应曲总扶持曲氏是有10年的时间期限的，而我彻底离开曲氏的那天，正好就是10年前我答应曲总的那一天。我还附上了和曲总的字据一份，上面有我们俩的签名，还有双方的律师为证，做不了假。这文一出，叶若彤也不怕事大的把曲玲带着李潇兰把我赶出曲氏的视频给放了出来。这下网上炸锅了，原本被唾弃的我成了小可怜，不仅为曲氏当牛做马还落不到一点好，甚至还被当众侮辱赶出公司。哥，谁受得了？曲玲的这番操作在商界引起了轰动，不少和曲氏现在还有合作的公司都纷纷在网上公开说明自己会和曲氏尽快解约，今后不再合作。而合约到期的公司更是选择不再续约，另寻合作伙伴。毕竟我这个帮了曲氏10年的人都是说赶走就赶走，更何况是他们。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不少公司都一拥而上对曲氏下手，就连叶若彤都挖走了曲氏不少得力干将。我没有对曲氏落井下石，算是对得起曲总的帮助了。曲玲不断地拨打我的电话，我把她拉进了黑名单。她又想闯进许氏来找我，不过被得了我吩咐的保安给拦住。为了不再见她，我还换了个地方住，和叶若彤当起了邻居，天天去超市买菜蹭饭。最后知道曲玲和李潇兰的消息是在网上。李潇兰眼见曲氏没戏唱了，跟着曲玲捞不到钱，就干脆再把她在任职曲氏时挖到了商业机密卖给了对家公司。原本曲玲还在变卖家产，想要放手一搏就回曲氏，被李潇兰这么插一杠子，导致她彻底失败。曲氏被另一家公司收购，曲家经营多年的心血没了。不过4个月时间，曲家就被曲玲给败光。知道这中间有李潇兰的手笔，曲玲趁着天黑将她捅死在家里，她自己则是整天疯疯癫癫的，一只小手盖上我的手机屏幕，温柔的嗓音从我头顶传来：别看了，都过去了。我握住叶若彤的手，将她抱在怀里。好了，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谢谢大家。